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《藏海传》开播即爆，900万人熬夜追更，优酷和央视赢麻了。顶流加权谋加郑晓龙，这剧想不火都难。2025年5月18日晚，肖战主演的古装权谋剧《藏海传》正式登陆央视8套黄金档，并同步上线优酷平台和 Disney 加国际流媒体平台，一举引爆话题热度。开播当天，优酷平台的预约量高达900万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央视实时收视率突破 1.5%， 成为古装剧近年来少有的现象级开局。在首播剧情中，肖战饰演的主人公藏海以一身黑衣跪于风雪之中，眼神空洞却充满悲愤。那一刻，屏幕前的观众瞬间破防，纷纷刷屏这演技是拿奖的节奏。郑晓龙导演的指导功力不言而喻，而肖战作为流量天王的演技也再一次打破质疑，为这部剧的热度奠定了双重保障。《藏海传》讲述的是钦天监之子藏海，在家族满门被屠的巨大创伤下，10年蛰伏，以谋士身份步入朝堂，掀起权谋风暴，为父兄昭雪沉冤。从复仇到成长，从隐忍到崛起，故事节奏紧凑，情节悬念丛生，极具吸引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部剧在宣发层面同样下足功夫。据悉，优酷为其投入了全年宣发预算的 70%， 在杭州西湖边投放巨型户外 LED 屏，全天候滚动播放预告片。北京地铁站更是被肖战古装形象的海报包围，同时还首次推出了 VR 沉浸式权谋体验馆，观众可以亲自走进朝堂，沉浸式体验古代宫廷博弈氛围。而在国际传播方面，迪士尼也不甘落后，第一时间购入了港澳台地区的版权，实现同步播出。有网友调侃，肖战这是带着国风出海，文化输出正当时。然而，当我们为《藏海传》的热度欢呼时，也必须面对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国产剧的未来是继续靠顶流、砸预算、卷宣发，还是回归内容，扎实讲好故事？肖战的顶流经济学狂热背后是行业的隐忧。《藏海传》的火爆再次证明了肖战在影视市场上的流量和弹及号召力。开播当天，优酷的会员新增数量暴增 180%， 大量品牌蜂拥而至，甚至有白酒品牌出价8000万元抢夺片头广告位。竞争平台如爱奇艺、腾讯也默契地避开锋芒，将原定新剧推迟上线。但这种热度并非没有代价，在剧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，平台对顶流的依赖程度已达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某种程度上，没有肖战，优酷今年的 KPI 几乎无法完成。网友一语道破，优酷靠肖战躺赢，其他平台只能躺平。看看同期剧集《人生若只如初见》，试图用民国虐恋走情感路线，折腰则主打甜宠探案，结果全部被《藏海传》碾压。问题的根源不在剧本孱弱或演员不给力，而在于平台本身的内容策略出现了偏差，宁可重金抢夺顶流，也不愿花时间去孵化真正创新、具有突破性的题材。这种爆款依赖症看似风光，实则危机四伏。郑晓龙能救权谋剧，但救不了伪高级的叙事空壳。作为中国古装剧的老牌导演，郑晓龙的名字历来是品质的保障。从《甄嬛传》红高粱到《芈月传》，他无一不是以深度的叙事和扎实的结构塑造口碑。此次执导《藏海传》，制作班底堪称豪华。剧组专门请来礼仪指导训练演员池户，行礼3个月。朝堂布景参考韩熙载夜宴图的构图风格，雪景全部实景搭建拍摄，光是雪景的布置就耗资千万。剧中使用的朝服、官帽、宫廷饰品等也都由非遗传承人团队手工打造，诚意满满。
然而，精美外壳之下，剧情核心仍未能摆脱男主复仇黑化的传统套路。主角藏海一路高歌猛进，几乎无所不能，而反派人物却逻辑薄弱，智商断崖式下降。所有权谋似乎都靠天时地利主角光环加持。有观众调侃，这不是博弈，是演绎。10年前的《琅琊榜》靠着兄弟情、家国义和逻辑严密的权谋棋局走红，10年后的《藏海传》仍旧在复刻类似结构，但却少了那份情感的克制与剧情的缜密。在服化道上做到极致，并不能掩盖内容核心的老套与乏力。男频剧的性别困境，讨好女性还是取悦男性？《藏海传》表面上是一部男性主导的权谋剧，实则内核是典型的男频爽文结构。但剧组为了扩大受众，特别在人物设定与表演方式上加入大量女性向表达。肖战在剧中的表演强调破碎感、压抑感、牺牲感，其实是迎合了女性观众对病娇美强惨人设的偏好。而张婧仪饰演的女主也被赋予权谋女王的强设定，聪慧、果断、冷静，但又不失温柔，是当下女性大女主叙事的标准模板。这种设计虽然能够打动一定数量的女性粉丝，但对于主打烧脑智斗的男频观众而言，却显得节奏拖沓、情感注水，导致两端观众都不满意。部分男观众吐槽感情戏太多了，想看权谋，结果成了情感剧；而女观众又嫌男主太苦，剧情太压抑。这种中间路线的性别策略，反而让剧集陷入不伦不类的尴尬局面。实际上，这正是当前许多男频 IP 改编剧的集体困境，既想留住女性市场的情感共鸣，又想保住男性市场的剧情逻辑，结果往往两头落空。去年大凤打更人的失败，即源于强行加糖加戏导致节奏混乱，而庆余年2的口碑滑坡，也正因其将原本硬核的权谋戏转向了偶像轻喜剧。当行业沉迷于公式化复制，观众的审美耐心终将耗尽。爆款易逝，好故事才永恒。藏海传的热度毋庸置疑，它是顶流与资本精密计算下的产物，也是平台在存量竞争时代压下的重注。但它是否能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之作，还远未可知。真正打动观众的剧集，从来都不靠一时热度。10年前的《甄嬛传》，至今仍是无数观众的下饭剧；《琅琊榜》更是口碑与热度并存，经得起重刷与回味。他们成功的原因，不在于流量，也不在于宣发，而是剧情结构严密，人物塑造立体，价值观深刻。如果《藏海传》只是一个视觉盛宴，一个流量奇迹，那么它的命运很可能是昙花一现。真正的文化输出，靠的也不是迪士尼买版权，而是能跨越语言与文化，打动人心的好故事。或许我们该从《藏海传》的成功中看到希望，也应从它的局限中学会反思。